生日当天，妻子将一直资助的贫困男学生带回家一起庆祝，他却反手将我送给妻子价值100万的项链扔进垃圾桶。这啥呀？款式这么老的项链早就淘汰了，到底是哪个老封建选的？一时间，所有亲朋好友目瞪口呆，妻子却一脸不以为意，反倒夸他眼光独到，戴上了他在地摊买的廉价戒指。见状，我却不吵不闹，反手将结婚证也扔进了垃圾桶。说得好，正好我这个旧老公也该淘汰了。祝你们新婚快乐！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看到结婚证丢进垃圾桶里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毕竟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和妻子的感情那么好，曾经为了和她在一起，我甚至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。半晌，妻子钟婉最先反应过来，一脸愠怒，行了陈玉。故时他不过就随便说了几句，你至于这样吗？大家不吃饭，光看你脸色就看饱了。这时，一旁钟婉的好闺蜜来出来和稀泥，笑着劝道：嗨，这还不是太喜欢你了，吃醋了不是？要我说，还是你调教老公的手段好，不像我家那口子。这下桌上的男人都看着我笑开了，都在打哈哈，准备就此翻篇。可一旁被他资助的男大学生顾时却依旧是一脸无所谓道：瞧陈玉你那酸急呀，隔着桌子我都闻到了，一个大老爷们说话阴阳怪气的，怎么我说的不对吗？钟姐这样的鲜花插在你这个牛粪上，你就偷着乐吧。说完，顾时还不屑地打量我一眼，和钟婉在桌下十指相扣。我看着两人一唱一和的样子，不由冷笑一声。不过短短5年，我和钟婉却早已物是人非。曾几何时，他的眼里也曾只有我一人。那时的我只顾着学习，不修边幅。第一次见他家长的时候，他的很多亲戚对我看不上眼，还嘲讽他怎么眼光这么差，找了个这样的男朋友。钟婉却心疼地握紧我的手，一脸生气地反对回去。在我眼中，他就是最好的，不管他怎么样，我都喜欢他。谁再敢说一句，就给我出去。一直以来，在外人面前，他总是像个小炮仗一样护着我，不允许别人说我任何不好。可自从有了顾时，他就变了，再也不会关心我，再也不会为我说话，甚至还帮着顾时在众人面前嘲讽羞辱我。尤其是这几年钟婉辞职在家，说要当全职太太，我一个人打2份工才能勉强维持他大手大脚的花钱习惯。我本以为只要我努力付出，给他一个美好的生活，他一定会记得我的好，和我永远幸福一辈子。可我发现我想错了。直到今天，为了庆祝钟婉的生日，我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给她买了一条最贵最漂亮的项链，却被顾时反手扔进了垃圾桶。放在往常，我或许会激动地和钟婉大吵一架，可现在我只觉得心力交瘁，什么都不想管了。想到此，我直接站起身，淡淡道：你说的对。然后又看向钟婉，离婚协议过几天我会给你，到时候记得签字。大家彻底愣住了，钟婉脸色僵硬，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说出这番话来。毕竟以往提离婚的从来不是我，而是他。我本以为他会因为我的话大发雷霆，可他反而皱着眉把戒指从垃圾桶里捡起来，擦了擦又递给我，然后面对大家陪笑道：不好意思啊各位，陈玉他酒量不好，喝多了，说胡话呢。说完，他转身瞪我一眼，我知道这是要给我台阶下了。如果我不顺着他下这个台阶，将会迎来长达数月的冷暴力。可现在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，
我走上前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道：“我没开玩笑，离婚吧，戒指就当是送给你和顾时的新婚礼物了。”说完，我便干脆地转身离开。正走到玄关时，钟婉却突然抓住我的手，皱眉道：“你今天怎么回事？还没开始喝呢，就醉了？拆我台也要看看场合吧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闹什么幺蛾子？”我正要说话，客厅却突然传来顾时的喊声：“钟婉，再不吃菜要凉了，别管他了。老年人吃多了，总要下楼散散步嘛。”听到顾时的声音，钟婉立马松开了手，看着我叹了口气：“你出去转转也可以，正好好好反思一下，改改你的臭脾气。”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跑过去给顾时夹菜剥虾。两人的说笑声传到我的耳朵里，此刻我却格外平静。他这种避重就轻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几年来他任由顾时以弟弟的身份插足我们的生活，挑战我的底线。或许以前我会和他大吵大闹，可现在我只想赶紧离开。离开家后，我直接找了个酒店先住下来，打通了上司的电话。这些年我为了照顾钟婉，牺牲了不少自己晋升的机会。早在前几年，上司早想让我去打理 B 市的分公司，只不过这些年为了照顾不工作的钟婉，我才一直拒绝。可现在看来，他真的不值得。上司得知我的决定非常满意，在电话那头笑道：“你可算答应了老陈，个人事务尽快处理好，下周一入职。”我嗯了一声，随即挂断电话，看向了家的方向。距离下周还有3天，正好够我处理完和钟婉的事情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回到公司去收拾东西，看到桌上那张早已泛黄的合照，我不由自嘲一笑。那是我和钟婉刚恋爱时在街边照的大头贴，很便宜的那种，可那时他却贴身放在口袋里，真爱极了，还说以后永远只和我照双人照。可自从顾时出现，我却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在朋友圈晒出和钟婉的双人合照。质问他时，他却绝口不提承诺的事情，愠怒道：“难道我就不能有自己的生活了吗？只要是关顾时，不管什么承诺都不值一提了。”回过神来，我将合照扔到垃圾桶，看也不看一眼。全部收拾完，将东西搬回家时，钟婉正在弯腰给顾时试穿为他新买的鞋。老板的儿子也经常穿名牌，我一眼就看出了那双鞋整整值我2个月的工资。至于钟婉不上班，这钱是谁的，那不言而喻。不过既然已经决定离开，这些都无所谓了。钟婉看见我回来，手上的动作却没停，瞥我一眼道：“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得了，不说你了，买的饭还剩了点，你自己热热吧。对了，桌上的进口龙虾别吃，那是专门留给顾时的。”我放下东西，抬眼便看见顾时脚踩新鞋，冲我挑衅一笑。我冷眼看着他们的互动，看了一眼桌子上的饭菜，一盘炒青菜和一盘龙虾，不过也见过不怪了。自从顾时踏进家门，妻子每顿饭都要专门为他开小灶。我询问时，他却理所应当道：“人家是我弟弟，我对他好点怎么了？再说他还正长身体呢，怎么，是不是花你点钱你不乐意了？”可面对我时，他却连生日礼物都是在路边摊给我买的。曾经他不知道从哪带回来一双鞋给我，说是特意给我买的，结果却买小了1号，我穿不下。钟婉一脸生气道：“怎么不能穿了？家里又没什么钱，你就是每天过得太好了，挤一挤什么都能穿，硬是逼着我穿了2个月不合脚的鞋，每天都要磨出血泡来。”回过神来，只见顾时穿着新鞋，亲密地搂着妻子的腰，笑道：“谢谢婉姐，
你简直太了解我了。钟婉面带笑意，却在看到我平静的脸时变了神色。他不着痕迹地拍开顾时的手，从沙发上拿出一个纸袋，缓和语气道：“诺，这是给你买的手表，我怎么可能把你忘了呢？”见我不动，他又好脾气地帮我把包装打开，里面是一个款式熟悉的黑色手表。可我一眼就看出，这块手表曾经属于顾时，他在朋友圈发过一张新款手表的照片，配文：“总有人觉得给你的不够好，而角落垃圾桶里扔着的，正是现在送给我的这款。那扔掉的垃圾送我，真亏他想得出来。”推开他的手，我冷声道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会买的。”见我不领情，钟婉有些恼羞成怒：“你到底在别扭什么呀？整天说我不对你好，现在给你买了礼物，你又不要。”见状，一旁的顾时嗤笑一声，阴阳怪气道：“陈玉他可能是觉得配不上他吧？也是，这么新颖的款式确实不适合他这个年纪的戴。婉姐，你给我吧，我不嫌弃。”然后反手夺过钟婉手中的手表，炫耀似的在我眼前晃了2下，又笑着问钟婉：“怎么样，是不是比陈玉好看？”钟婉没说话，却笑着点了点头，一边帮他摆弄表带。也许是早就习惯了这种差别待遇，心中早就没有了任何波澜。我转身正要推开卧室房门，钟婉连忙把我拦住，她神色不自然道：“屋里还没收拾呢，你吃了饭再进屋吧。”这表情怎么看都不对劲。我眉头一皱，把她拨开，直接开了门。可下一刻，看到屋内的景象后，我顿时愣在了原地。只见属于我们的双人卧室，我的衣服裤子被扔得到处都是，地上散落着几件被踩得全是脚印，我书桌上面的文件书籍撕得稀碎，墙上和钟婉的婚纱照也掉落下来，相框裂成碎片。我连忙打开衣柜，里面却整整齐齐地码着顾时的衣服，两人的衣服亲密地贴合在一起，好似一对夫妻。身后的钟婉刚要说话，顾时先闯了进来，不以为然道：“反正你这些衣服也都是破烂，放着也是占地方，还不如扔了。”这时钟婉看到我手中拿着的碎裂相框，忽然眉头一皱，这个照片我过2天再去找人打印一张。顾时他年纪小，做事毛毛躁躁的，你别在意。说完，他又关切地嘱咐门外的顾时：“屋里乱，你先别进来，到时候扎着了就不好了。”我在心底冷笑一声，想起曾经和钟婉去爬山，本来已经商量好了路线，中间顾时硬要变道，拐到一个地图未标注的路线上，我阻止一句，钟婉反而怪我破坏年轻人的探索天性。可到后来，在顾时的带领下，我们迷路了。为了在夜晚保持身体温度，钟婉将我背包里所有的衣服都给了顾时。我被冻得浑身僵硬。救援队来的时候，他却趴在顾时身边哭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，顾时没事。”也许从那次之后，我的梦就该醒了。想到此，我淡淡道：“不用印了，上次说的离婚协议已经放在桌上，你抽空签一下。”钟婉一愣，忽然又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生气道：“不过是把房间弄乱了，你至于开这种玩笑吗？”还没等我说话，顾时却突然闯进来：“钟婉，你快来一起吃饭啊，我专门给包了龙虾呢。”转头又对我嗤笑一声，想不到老男人也会玩离婚这一套啊，短视频刷多了吧？换做以往听到这话，我现在马上就应该愤怒地反对回去，可现在我却是直接关上了门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外面的钟婉敲了2下门，就没了动静。将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好后，我又和快递公司确定了来领取的时间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客厅里没了2人的笑闹声，
钟婉打开门，手中还拿着那几张离婚协议。他将离婚协议放在桌上，一反常态的没有用责问的语气，而是柔声道：“我知道你在生什么气，不就是气我对他没有对你关心吗？可是你也该体谅体谅我呀。我们几乎可以说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几年来不仅我资助他，他也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回忆。我们不是姐弟，却胜似姐弟。你不能让他彻底和我断绝关系啊！”看着他提到顾时，满脸柔情的神态，我真怀疑他连自己都骗过去了。谁都能看到顾时眼中满满的占有欲，偏偏他自己看不见。不，或许是他看见了，但他只想享受罢了。这种言论他以前说过许多次，而我也信过许多次，可现在我再也不会相信了。见我不说话，他又拉住我的手，柔声道：“好了，别生气了。离婚协议我就当没看见，不就是把房间弄乱了，等会儿叫钟点工过来收拾收拾也就好了。我明白，这是要给我太台阶下了，不过我并不准备接。”我淡淡道：“不用，我已经收拾了。离婚协议希望你尽快签了，告上法庭，对你并没有好处。”说罢，我收起衣服便走。钟婉正要开口阻拦，突然顾时的专属来电铃声响起，他连忙笑着接了。就连我出门的时候，也只是皱了皱眉，并没有阻拦。他还不知道，我这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离开2天后，我正在处理新公司的入职事宜，却突然接到了钟婉的电话：“陈玉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物业说家里水管炸了漏水呢，你快回去处理一下。我给顾时买的新电脑还在家里放着呢，别泡着了。”见我不说话，他更加不耐烦：“我跟你说话听到没有？我正忙着公司的事情呢，你快点回去，处理不好你就别想我原谅你了。”然后便干脆地挂断了电话。闻言，我不由自嘲一笑，我都走了2天，他居然都没发现，这就是他所谓的爱我，真是虚伪。想到这里，我直接将钟婉拉黑。可下一刻，手机里却又弹出一条消息，正是顾时。只见他发来一张和钟婉的合照，又发了句：“真不好意思啊，陈玉，你的老婆现在陪我逛街呢。”看完，我不由得冷笑一声，这就是钟婉所说的在公司加班，说到底不过是为了陪他的小情郎约会罢了。自从顾时经常住家里，我好像就成了2人的专属保姆似的，不仅白天要上班，晚上回来还要洗衣做饭，稍有反抗钟婉就开始冷暴力。不过现在2人再也别想支配我了。回过神来，我也懒得回复他，准备回公司继续工作。可没过多久，钟婉却换了个号码，给我又发了2条消息，无非就是让我赶紧去修水管，不要逃避责任。我看了一眼，直接拉黑。突然又一个电话打来，原来是发小为了庆祝我升迁，邀请我去酒吧聚聚。我连忙应下来。到了地方，嘈杂的声音混着昏暗的光线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们，一共4个人。再仔细一看，居然还有一个身穿红裙、腰身玲珑的女人。她款步走到我旁边，嫣然一笑：“陈玉，不记得我了吗？”我这才想起，居然是江离。她是我大学时参加交谊舞社团的固定女伴，我们一直合作了3年。那时候团里的人都说我们是天生的一对，可没想到有缘无分，最终还是分开了。发小调笑道：“今天专门为了庆祝你升迁，我可是好不容易才从 B 市请到江离来的，你可别辜负人家。”江离脸红道：“说什么呢？”我却在心底暗惊，原来他在 B 市吗？正是我要到岗的城市。酒喝过2轮，发小像是有意撮合我们，想必他也是知道我因为离婚的事情和钟婉闹得很不愉快。几个人喝了2杯，
又玩起了酒桌上的小游戏。在兄弟的推波助澜下，我和江离之间的关系也是越来越近。眼看气氛到位，几个人顿时起哄道：“陈玉，江离的心意你上学的时候就明白了，现在你正好离婚了，难道还不打算接受吗？”闻言，我看向面色通红的江离，正要开口表态，餐厅里却突然闯进一个不速之客。陈玉，你丢下我离家出走，就是为了他吗？我回头一看，来者却是钟婉，可他这个时候不是还在和顾时约会吗？他一把拉开我，瞪着江离：“好你个小贱人，居然敢勾引别人老公！”似乎还不解气，抬手就要扇他。我连忙拨开他的手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没想到他穿着高跟鞋，一个没站稳，在众人面前摔在了地上，居然一下子就哭了。一向要强的钟婉红着眼睛，委屈地质问我：“陈玉，说好的和我永远在一起，你居然背着我找人！”看着他倔强的眼神，本该怜惜的我此刻却觉得可笑极了。曾经他在顾时家过夜，我也像这样质问过他，可他呢？他却说：“陈玉，我已经和你结婚了，你还要怎样？难道要我每时每刻都守在你身边吗？你别太过分了。”如今，我只不过用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来回敬他而已。我无视他满面泪痕的双眼，冷声道：“这话你应该先问问你自己。”他脸色一白，说不出话来。我带着发小和江离换了块区域喝酒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好像钟婉终于离开。被钟婉这么一闹，我们后来也只胡乱喝了2口，就各自回家了。发小把送江离的任务分配给了我，我愣住，这是真的想让我再找一个呀？当时和江离在大学交谊舞社团时，同学们都默认我们是一对，我们也对彼此很有好感。可是江离好像和我实在不匹配，他拥有漂亮的脸蛋、姣好的身材，那是学校里追他的人够排一条长队，说是校花也不为过。但不知为何他却总爱跟在我的身后，直到有一天午后，我们在校园的梧桐林边偶遇，江离从后面跟上我的脚步，和我一起走在路上。我正为身边微妙的暧昧气息而感动，他忽然停住脚步，懊恼道：“陈玉，你是忘记了吗？”他的话让我心中一震，困惑油然而生。直到他在我身边转了一圈，然后用手拨开头发，耳后的伤疤露了出来，我这才恍然大悟，他分明是我少年时的邻家小孩呀。那时我叛逆极了，有次逃课，遇见江离在路边被小混混追着欺负，于是与他们打了一架。江离一看见有人帮忙，也努力帮我一起，最终我腹部受伤，而他耳后被磕了一块大疤痕，一直没有去掉。没想到竟然会在这与他重逢。回过神来，不知道他喝了多少，已经有些醉态了。我扶着他坐上车，刚上车就扑在了我怀里。我正要推开他，却感觉到颈侧的一阵如湿，还有他不停松动的肩膀。这是哭了吧？霎时间，我的心脏猛地一跳，手足无措地抬起他的脸，小心翼翼地为他擦眼泪。江离终于开口，眼角微红：“当年我也不想离开你的，只是他们非要我出国。”我不。看着他着急解释的样子，我不由得打断他：“没关系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，只要能够再次相逢，就已是命运最大的恩赐。”送他回去后，没想到在自家门口遇到了钟婉。看到我，钟婉眸中闪过一丝光亮，她向我跑来，递给我一个纸袋，像是根本不记得刚才发生的一切。原来里面是一双新鞋。她不自然地笑道：“那天给顾时买了新鞋，送你的手表你又不喜欢，这是我特地给你买的，你看看合不合适？”我无奈地看着他道：“钟婉，
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他一愣，然后又笑了声：“我知道，你只是一时生我的气。你爱了我那么多年，怎么会突然不爱了？我不相信。”闻言，我一愣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曾何几时，我也像他一样痴心。我们相爱了那么久，甚至结了婚，他怎么就能轻易地出轨顾时？可事实就是这样，由不得我们不信。我推开他的鞋：“对不起，我已经不再需要了。”然后转身上楼，看着他道：“离婚协议尽快签了，拖下去对你我都没有好处。”后来的几天再没见过钟婉，我想他应该已经醒悟。又想起那晚他离开的时候，仍旧真切地望着我的眸子。或许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刻，我也曾为此感动。回过神来，江离搂住我的肩膀。他这段时间工作不忙，来这里全当是散心游玩。租住的公寓就在我旁边，因为我患有胃病，又不太懂得做饭，他就每天为我亲自下厨。看着饭桌上热腾腾的饭菜，想不起已经多久没有吃过这些了。江离见我不动，故意嘟起嘴道：“怎么，不合你胃口吗？”我笑着摇头，然后抱起碗吃了起来。或许最普通的幸福就是这样，两人四季三餐，就这么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。吃完饭，江离又不知从哪儿掏出一颗精致的宝石袖口给我，他笑道：“某人是不是忘记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我一愣，好像确实没想到今天是什么日子。他又无奈地替我把袖扣系上，温柔道：“是不是过傻了？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！”灯光在他的眸子里洒下稀碎的柔光，那一瞬，我忽然像是全身涌过一股暖流，感动得不能自已。自从和钟婉在一起，好像很少过生日，总是省下每一分钱给他。直到故事到来，我则是彻底的和生日绝缘了。不仅绝缘自己的生日，也绝缘了钟婉的生日，因为钟婉不允许我参加。回过神来，江离给我夹菜道：“晚上我们就出去吃，就当是为你过生日吧。”我点点头，原本还以为是随便找个普通的地方吃，没想到他是提前订好的餐厅。等我们开车过去时，我才发现这餐厅居然是我一直想和钟婉来的那家情侣餐厅。我们各自在位置上坐着，江离接了电话，跑到门口去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很怕他就此离去。忽然，好像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，居然是钟婉和顾时。只见顾时和钟婉十指相扣走了进来，钟婉还贴心地为他整理了衣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忽然有些恍惚，似乎自己曾经也有过这样的待遇。而即便是那时，钟婉仍然不肯和我一起来情侣餐厅。原来从那个时候，他就已经厌烦我了吗？正在我收回目光时，两人突然都向我走来。钟婉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非要让服务员拼桌，而正好我们的桌子是个4人桌。钟婉和顾时坐在对面，而刚才钟婉明明下意识想和我坐一起，但被顾时拉住又嘲讽：“想不到大叔你这么快就找到新欢了呀！”钟婉这时才看见我对面另有一套餐具，我把餐具拿了回来，懒得理他，像是宣示自己主权似的。陈玉点了盘龙虾，夹着嗓子道：“钟婉，我想吃虾。”但是我不会包啊。钟婉便自然地拿起虾来，又娴熟又细致地包了起来。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却突然想到我那次胃病。看到桌上的虾，吃了一口。钟婉别说为我剥虾了，他立马大发雷霆：“你都这么大了，怎么一点自制力都没有？我这盘虾是专门为顾时做的，他还小，正在长身体。而且以往别说是剥虾了，就是连普通的夹菜打饭都没为我做过。”回过神来，顾时故意嘲讽道：“陈玉，你们结婚那么长时间，
钟晚不会一次都没有给你包过虾吧？看你那羡慕眼红的样子，真是可怜。他本以为钟晚会帮他一起说话，可这次钟晚却只是皱紧了眉头。正在这时，江离来了。江离看见这两人，先是一愣，然后十分自然地在我身旁坐下。他先是把我的盘子换成干净的，又细致地整理了我面前的杂物，又替我整理好衣领，满脸无奈道：“怎么回事？领子都没弄好。”温热的呼吸声喷洒在我的耳畔，仿佛不知身在何处。回过神来，只见钟晚紧紧盯着江离，仿佛要抢回什么东西一样。可笑的是，这些事情钟晚以前从不会为我做。每次看见他为顾时做这些，我也会像他一样看着，期待他能看到我。但钟晚却冷冰冰道：“你没长手吗？自己不会弄吗？”后来我就再也不会期待他的关心。一顿饭很快吃完了，两人强行拼桌，对我和江离也毫无影响力。我带着江离回去后，江离突然说明天陪他去参加一个商业酒会，他需要一个男伴。我欣然答应。商业酒会而已，以前在公司也参加过不少，到了地方却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。不只是哪位商业巨鳄包下了市区最好的星级酒店，富丽堂皇的大厅中装饰着许多与寿字相关的东西，原来是要过寿。此时酒店大厅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男士们一个个西装革履高谈阔论，女士们穿着极尽奢华的晚礼服小声调笑。这情形可让我狠狠尴尬了一下，因为没想到是这种排场，我只是穿了普通西装而已。好在款式也比较轻松，大家都没能看出来。江离挽住我的胳膊，好似看透了我的紧张。他小声道：“陈玉，一会儿深呼吸放轻松就行了。”我有点事去就来。我点点头。正在大厅里闲逛时，居然又看见了顾时和江离。只见他们正围着一个年长者不停地点头哈腰，都是钟晚在负责攀谈，而陈玉负责扮演一个小白脸，真是可笑极了。听众人的言语间不难知道，最近商界在争夺一个大项目，各家都忙于拉关系呢，怪不得钟晚会这么积极。正在我大量他们的时候，没想到顾时居然还能一眼认出我。他正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呢，可巧我就来了。他大踏步走到我面前，对着我上下大亮一眼，然后不屑道：“哟，我还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窝囊废呀！怎么，是不是失业了，没地方去，想来这里凑热闹捡垃圾来了？”他笑了两声，又嘲讽道：“这里可没你要的东西，再不走，我可叫保安赶人了呀！”他说这话的声音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只刚好传到会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然后看着我换了眼神。他们一眼就看出来，我身上的西装只是最普通的那种。他们议论纷纷：“这人谁呀？怎么闯进老爷子的生日会了？难不成这种人也是要参竞争项目的？谁知道呢？怎么这种下三滥也能给放进来？”顾时听着开心极了，又挑眉对我道：“陈玉，真是好久不见啊，我敬你一杯。”这时钟晚也走了过来，他看到我时眸中闪过一瞬亮光，然后故作矜持道：“陈玉，就算你追到这里，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”我刚要拒绝，顾时已经麻利地端好酒杯向我走来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离我还有一步之遥呢。他就踉跄了两步，里面的酒也全都洒在了身上。还不等我反应，立马拽住我的衣袖：“不喝就不喝，你怎么还撞人呢？你没长眼睛啊你！垃圾就待在垃圾桶里，偏偏往不属于你的地方凑，怎么为了来报复我是吧？”这话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一个个鄙夷地看着我，
好像在看什么低等生物。而顾时虽然被洒了红酒，可脸上的得意怎么也藏不住。我冷声道：“是不是我撞到的？一看监控就知道。”顾时闻言反而大笑一声：“就你还想看酒店监控？得了，今天老爷子生日，我也不为难你，趴在地上学声狗叫，我就原谅你，怎么样？划算吧？”众人闻言全都笑开了，看着他得意的嘴脸，一股无名的怒火涌上我的喉头。正要发作时，突然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：“我怎么不知道我家的就会混进来这么个东西？”只见钟婉身穿一身紫色晚礼服，款款走来。顾时看到他一愣，接着又嘲笑道：“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的小相好。”正在此时，台上突然传来一声咳嗽，众人抬眼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穿中式西装、精神饱满的老年人站在台上。老爷子一脸怒容地吩咐保安把他给我拉出去。顾时正瞪着眼等着看我的笑话，却突然反应过来，保安要拉的是他，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。老爷子这才笑着走下台来，居然和我握了手。所有人都震惊了，什么时候市里的商业巨头竟然认识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？后来通过江离才得知，原来这个商业巨头就是他的亲爷爷。酒会的事情过后，众人很快就扒出了顾时和江离的关系，连带着江离在商界的形象也一落千丈。江离不仅没有拿到项目，反而败坏了自己在圈内的名声，一时间公司的合作者竟纷纷退出。后来的一段时间，老爷子有让江离带着我去老宅吃了便饭，江离挽着老爷子的手臂撒娇，老爷子却是一点也不显得厌烦。吃过饭后，老爷子把我单独留了下来，他的一双眼睛经过了岁月的锤炼，显得如此富有智慧，仿佛能看破人心一样。我也呆愣愣地望着他，直到他大笑一声道：“不必那么拘束，难道你这个年轻人还怕我这个老头子不成？”我这才慢慢放松下来。老爷子问了我的情况，又问了我的理想志向，直到最后才道出自己的真正目的。他笑得很慈祥：“江离喜欢你，我看得出来。我呢，原本是看不上你的。”我心中咯噔一声。他又说道：“但是现在，我选择相信孙女的眼光。”我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的心情，不知怎么就入了他老人家的眼。可现在真的是一脚平步青云了。我们又聊了许久之后才回去。回到家里，江离靠在我的怀里柔声道：“从今以后，不许任何人欺负你。”我心中酸涩，紧紧地抱住他，好像抱住了自己荒芜的心。还好我没有错过他，也许命运就是如此奇妙。曾经和钟婉在一起，我觉得自己找到了此生的幸福。我们确实也幸福了一段时间，却没想到那幸福是那么短暂，短如一个犹豫。只从顾时出现，幸福反而变成不幸。回过神来，钟婉已经在收拾我们要走时带的行李了。我笑着问他：“是不是太早了？还有1天时间呢？”江离看我一眼，嗔怪道：“哪里早了？我是怕没有离婚的某人再要作妖。”我一愣，这才想起把最重要的事情忘了，还没有和钟婉离婚呢。我连声抱歉道：“给我1天时间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。”正要打电话时，没想到钟婉的电话正好打来。我接通电话，对面激动道：“陈玉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要我的。”我揉揉额角，真不知道他怎么还这样执迷不悟。我冷声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？说吧。”对面的人顿了一下，像是很郑重地开口：“我有件东西你还没拿走，你明天能来一起吃个饭吗？”闻言，我想直接拒绝，但又一想到离婚协议的事情，还是不得不去一趟。
正好把事情和钟晚说清楚。第二天来到钟晚发的定位，居然是一家我曾经想和他一起去吃的情侣餐厅，可是几年来，这个愿望却从未实现。没想到再次来这里，竟然是为了要离婚的。我走了进去，发现桌上已经点好了菜。钟晚目光期待地望着我道：“都是你爱吃的。”我仔细打量每一道菜品，确实不错，每一个都是刚恋爱时我最喜欢吃的。原来他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之前根本就不想搭理我。可是人心都是会变的，就像他不再爱我，爱上了顾时，我也不再爱吃这些菜了。放下筷子，我直接道：“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他这才从包里拿出2张照片来，我这才看见是我们刚恋爱时拍的大头贴。当时收拾东西的时候把照片扔了，没想到居然被他又捡起来了。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。他拿着照片，眼眶泛红道：“陈玉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”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不那么冰冷的回答，最后只能叹了口气：“是的，我们结束了。”离婚协议早已经放在他的面前，无论他相不相信，我们之间永远不会再回去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